学们，你们好！随着杭州亚运会脚步的渐行渐近，从2021年1月1日起，杭州市政府在第19届亚组委办公大楼6楼设立了杭州亚运会智能展示中心，简称展示中心，正式面向公众开放了。展厅面积约500平方米，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主题，分为4个展区，旨在帮助更多的普通百姓了解亚运、参与亚运、支持亚运，并为办好一届中国特色、浙江风采、杭州韵味的文化体育盛会积极助力。为了帮助更多的同学能一睹展示中心的风采，让我们跟着镜头一起走进展示大厅，开启今天的杭州亚运之旅吧。你好，你好，您好，黄院长您好，你好，你好，今天非常荣幸啊，你能够专长为我们做这个展示中心的这个介绍。那么我们在正式参观之前，能不能够先简单的帮我们介绍一下展示中心的大致情况？好的，黄院长，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杭州亚运会智能展示中心。我们整一个展示中心成立于2019年，是以中国新时代杭州新亚运为主题，分成了4个展区，展示杭州亚运会、亚残运会的筹备进展等一系列的内容。那现在您看到我们屏幕上播放着一段简短的我们亚运会的宣传片，里面主要是浓缩的形式，以3个亚运为主题来描述我们组委会所做的一些具体工作。那么这2面旗帜是什么？这2面旗帜很珍贵，这是从上一届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的闭幕仪式上交接过来，一面是首届亚运会的会旗，一面是亚奥理事会的会旗。当时的交接仪式上面，除了2面旗帜，您可以看到还有一把首届亚运会的火炬，当时也一同交接过来。那有交接就有延续啊。对。那么下一届是在日本的名古屋，对吧？那么也就是在我们2022年这个杭州亚运会的闭幕式上，要把这2面旗子跟这个火炬呢，要移交给日本的名古屋。对对对，进行一个交接传递。那黄院长，我们接下来继续往前面参观。黄院长，这边您可以了解到我们亚运会相关的一些历史。亚运会是我们亚洲规模最大、竞技水平最高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您可以看到，亚运会目前已经开展了18届。18届。对对对，第一届是在1951年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但是当时我们中国并没有组团的参加，因为当时还不是成员国。我们1973年加入，74年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参加亚运会，就在德黑兰亚运会上，对，是吧？伊朗的首都德黑兰，当时200多名的运动员去参加，成绩也是蛮优异的。然后到1990年，我们中国承办了第一次亚运会，当时在北京。对。那这个屏幕是什么作用呢？这个屏幕是可以通过触摸，然后它会出现每一届亚运会具体的一些介绍，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介绍亚运小故事。对。然后点击箭头，它会滑动到相应的年份。那90年是我们第一次举办这个亚运会，是吧？对。后面是应该是在10年是在广州。对。那么在杭州的话，应该是第3次。那么这个是有什么特别意义吗？这是有企业选择，对，上面有对有他们的签名。然后下面相对应摆放的是1981年中国女排获得的女排世界杯的冠军奖杯。那这个是非常珍贵的。是的。然后这边是我们杭州的一些体育历史，您可以了解到杭州古代的时候有一些体育活动，钱塘江的弄潮、武艺、赛龙舟，以及杭州在近现代承办过一些国际性的体育赛事。那么关于我们杭州浙江省的体育名人，黄院长可以通过这一个版面了解。
这边是从1984年到2016年为止的浙江省的12名奥运会冠军，像大家比较熟悉的游泳运动员罗雪娟、孙杨、叶诗文，以及可能会比较熟悉的中国女子奥运首金的获得者吴晓璇，都是浙江籍的。对对对，这个是今年在东京奥运会获金牌的这个石之勇，对蝉联冠军。然后今年浙江籍的运动员成绩也非常好，特别是这个游泳啊，获得了7枚金牌，成绩相当优异。这个是历届亚运冠军名单。对，浙江省的亚运会冠军多达108名，108，对，很好的数字。是的，是的。还有我们浙江省运动员捐赠的体育相关的纪念品，刚才提到的这个是谁啊？吴晓璇。就是第1位是吧？对对对，首金女子首金，她的领奖服这是她的训练笔记，对，字迹非常漂亮，很清楚，每天心得都记录下来。这边呢是亚奥理事会赠送给我们的每一届亚运会的会徽，对，刚才提到的51年，一直到我们2022年19枚亚运会会徽，这个就是我们杭州亚运会的会徽潮涌。这一块版面呢是第2个展区，杭州时间潮涌浙江，主要是组委会做的一些具体工作。像我们点击屏幕可以了解到，15年是正式的确定下来，19届亚运会由杭州举办。15年，对，15年其实已经经过了蛮长的时间，做了非常多工作。这是16年，对，16年组委会成立。然后其开展了非常多的工作，一直到现在啊，已经是2021年了。对对对，时间很快，明年还不到1年的时间了，马上就开亚运会了。对，然后下面这些球类呢，是我们杭州亚运会所会用到的球类器材，总共17个球类比赛。17个球类比赛，那像我外行的话，看起来基本上都是差不多，但是比较特别的还是这个藤球，对吧？对，藤球是在东南亚国家会比较盛行。是的，我们在那个介绍泰国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就特别提到了这个藤球，对，非常有名。对，到时候黄院长可以去到我们浙江的金华。亚运会的时候会有金华藤球的比赛，到时候可以去观看。就是藤球是放在金华，对，这边呢，您可以了解到的是智能亚运1+10的体系。其实智能是杭州亚运会非常重要的一个追求之一。我们是围绕着几大领域来构建一个非常系统的、便捷的、精彩的一个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在指挥的系统，比如说在场馆的建设的领域，都运用到很多的像互联网的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等。它这里有一个，因为我是学语言的啊，所以可能对这个会特别感兴趣，叫智能语言服务领域。它这里面主要的内容会有什么东西？您可以看到的是，到时候会提供专门的一个平台，给运动员啊、随行的官员、技术官员来提供语言的服务，有智能的翻译的 APP、同声传译啊等等。这个像那个叫我们手机一样的形状啊，对对对，这个是。这是模拟的一个手机，然后这个平台是叫做智能亚运一站通，大家可以在支付宝上是可以搜索到的。这个平台呢是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史上首个一站式智能观赛的服务平台，里面关于我们亚运会的票务、食住行、邮购语都可以在上面了解到。像亚运会的一些知识，对对对，每届亚运会相关的内容。相关的场馆、运动员上面都可以。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一届亚运的一个办赛理念，智能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具体体现。对，智能化的体现。这边反面，黄院长，您可以了解到杭州亚运会的比赛的项目，总共呢是40个大项目，61个分项，分为奥运项目、非奥项目。
像奥运项目可能大家熟悉的比较多一些，对，而非奥项目呢，它是一些亚洲国家比较特色的项目，是采用了5+2+2的模式选择这些项目。王院长，您看到亚洲分成了5个地区，西亚、南亚、中亚、东南亚，每个地区都可以选取一个特色的项目。亚奥理事会呢可以选取2个大项，主办城市的组委会也可以选2个大项。杭州亚组委选的非奥项目是轮滑和智力项目。轮滑跟智力项目，智力项目都是什么？智力项目指的就是一些棋类桥牌，还有电子竞技。那我们接下来通过电子沙盘系统来了解杭州亚运会场馆的一个布局的情况。我们杭州亚运会的场馆建设的类型来分，新建有13个场馆，改建了28个，续建6个，零建9个，修缮了1个场馆。按照从属来分，杭州市以内的场馆43个，杭外场馆14个。我们具体的一起了解到杭州及周边的绍兴、湖州、德清地区的场馆布局的情况。杭州跟杭外，杭外是怎么理解啊？杭外就是我们杭州亚运会不光在杭州有场馆，还有5个协办赛城市，像绍兴、湖州、德清、宁波、温州、金华，对，都有比赛项目，都有场馆。我们先看一看杭州的场馆。这个您看到的是杭州奥体博览城，对，主体育场。我们开闭幕式就会在这个大莲花举行。闭幕式在这里，开幕式也在这里。对对对，开闭幕式都是在这个大莲花。那像刚才你提到了，像藤球，对，是在金华，对吧？对对对。那么像温州的话是，对，主要是赛事是什么？主要是龙舟的比赛，龙舟、足球的小组赛。那么像还有绍兴，对，绍兴的比赛项目也蛮多的，对，像棒垒球、攀岩都是在绍兴进行。那为什么是说除了杭州，还要在这周边的这些城市来举办亚运赛事呢？当时其实也有考虑过，在浙江省的每一个地级市里面都设有一些场馆和比赛，但是后来也是考虑到一些交通运动员的一个竞赛的状态节日的氛围考虑到这些，然后是选取了几大都市圈。您可以看到杭州、绍兴、湖州、德清就是属于杭州都市圈，然后宁波是宁波都市圈，温州都市圈，然后金华、义乌都市圈，都是那个大选的这些城市，也是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是全省共享。那么到这边为止，我们1、2展区的参观就到这边要结束了。对，感谢您的聆听。今天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为我们专场这的这个介绍，非常荣幸，非常荣幸。总结一下吧，今天我真的非常高兴，在展示中心讲解员的配合和耐心讲解下，让我对展示中心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作为杭州高校的一名普通教师，尤其从小到大一直生活和工作在这座被称为人间天堂的杭城，我跟祖国大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一样，真心祝福在家门口举办的第19届亚运会能办出自己的特色，绿色、智能、节俭、文明，便确保亚洲其他国家的运动员高高兴兴地走进杭州，快快乐乐地离开杭州，并把大美杭州的一切长久记在每一个人的心田。谢谢同学们的观看，下一讲我们将继续同展示中心的讲解员一道，深入了解办好一个赛事、提升一座城的内涵。同学们，让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